996穿越成太监，活着干嘛？太好了，那个还在，我是假太监。跟我来。陛下，小鸡子底子干净，是修炼那功法的最佳人选。那便他了。这是邪功，消耗寿命换真男人。为什么皇帝会给我一部这样的功法？陛下为冲圣境，自修葵花神典以自宫，你用这功法做陛下的后宫替身。原来如此，自己淹自己，这皇帝老二是个狠人。3天后，我带你去柳贵妃那儿，这几日认真参悟功法，若是干得好，定少不了你好处。虽说奉旨祸乱后宫这差事不错，我假太监的身份也能暂时瞒天过海，但却始终是在刀尖舔血，一个没走稳就要人头落地。皇城签到系统绑定中，系统绑定成功，完成签到任务即可获得随机奖励。竟是系统，只要签到打卡就可以获取奖励。原来这个世界武道境界分为乱体、搬血、通神、天照、化道、宗师、圣境大宗师。有了系统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实力了。首个签到地点已更新，德贤宫。这不正是3天后我要宠幸的那位柳贵妃寝宫吗？小鸡子，陛下交代的那部功法练得如何了？回魏公公，属下已尽数参悟，功法运转无碍，随时可用。不错，底子干净，悟性也好。时辰已到，陛下吩咐，今日便带你去德贤宫，丢了陛下威风，10个脑袋都不够砍。属下谨记在心。走吧，别让娘娘久等。德贤宫，我的第一个签到地点终于到了。启禀娘娘，陛下说今晚要玩些不一样的，让您先把这带上。签到灵性2不误，这日子算是活明白了。小鸡子，去吧，别丢了陛下的威风。我的心思可不在这温柔乡里。检测宿主成功抵达德贤宫，完成签到任务。首次签到竟是断体8层修为，还有这么多极品气血丹，要是全部炼化，大概率能冲击到斑血境。陛下，你来了吗？臣妾准备好了。坏了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爱妃别急，朕来了。陛下走了。没错，陛下国事繁忙，先走了。也是，最近那些藩王蠢蠢欲动，已有叛乱之象，陛下劳心也正常。当今的前皇虽荒谬到修行葵花神简，把自己的女人交给太监，可的确是个明君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大前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之所以修行那种邪功，也只是为了尽快冲击圣境，稳住那些想要叛乱的藩王。行了，你别愣着了，快给本宫拿枕头来。是，娘娘，我自然知晓柳贵妃的意思，这是想怀龙种。只可惜龙脉已切，这努力纯属徒劳。干得不错，这是陛下赏你的。谢陛下隆恩，谢魏公公提携。这些天你不必去上衣局了，过几日要去皇后娘娘那儿。皇后娘娘对陛下十分熟悉，你得好生做准备。皇后娘娘，这可是后宫地位最高的女人。让人想修行到这个境界，没有个4、5年的苦修绝对不可能，而我却只用了短短几天，有挂就是爽。新签到地点已更新，御书房。御书房，这皇家禁地倒是有点意思。御书房这地方一般只有皇帝还有一些皇子才能去，我一个上衣局太监实在是不好去那儿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富贵险中求。我运气不错，这御书房正好没人。签到。恭喜宿主成功完成签到，修为提升至斑血3层，奖励极品斑血丹30枚。这奖励属实不错。签到成功，签到成功，签到成功，签到成功。修为一路暴涨到了斑血9层巅峰。小鸡子，快开门！咱家有要事找你。我知道，这是要去坤宁宫，去皇后娘娘那儿。新签到地点已更新，本次签到地点坤宁宫。而说来也巧，
我下一个签到地点正是坤宁宫。小鸡子，赶紧准备准备，陛下有旨，今晚随咱家去坤宁宫。奴才小鸡子叩见陛下，陛下竟亲自在此等候，是对皇后爱之深，还是担心我露出破绽？小鸡子，皇后的性子习惯旁人摸不透，朕今日一一说与你听。素日里最厌旁人喧哗，就寝时不许灯烛太亮，最忌旁人提子嗣之事，你需万分谨记。行了，朕带你进去吧。奴才遵旨。爱妃，今天我们玩点不一样的。去吧。有劳你了，小太监。陛下今日兴致不错，你说本宫能再怀上一位皇子吗？陛下龙精虎影，必定能让娘娘再诞下一位皇子。你办事得力，这100两黄金赏你了。奴才谢娘娘赏赐。总算是有惊无险，这关过了。让我看看这签到奖励。恭喜宿主完成签到任务，奖励通神9层巅峰修为，神级脸息数1步。这个世界武道高手如云，想要活得长，必须苟住。这脸息数来的实在是太及时了。签到成功，修为提升。恭喜宿主完成签到，奖励修为提升，奖励稀有道具。这日子过得真是充实又快乐啊！2年时间，不仅身份有了转变，修为也来到了化道巅峰。这皇城之内，除了那几个老妖怪，还有谁能打得过我？娘娘，您今日怎么独自在此？可是有什么心事？小鸡子，你来了。各地藩王行事更加乖，近几个月，镇北王沈星更是毫不避讳，公然造反。昨日陛下已亲自挂帅出征，不过据说形势不太妙。小鸡子，你说，要是那些逆贼造反成功，我们该何去何从？对于我来说，只要能留在皇城签到发育，皇位上坐的是谁并不重要。我这样一个小角色，大概率不会有人在意，但对皇后他们这些站在高位人来说，的确是一个值得担忧的事。娘娘多虑了，陛下实力强大，肯定能平定叛乱。小鸡子，不知为何，每次与你交谈，本宫都感觉格外亲切安心，就仿佛陛下在身边一般。都宠幸你2年了，能不亲切吗？又是1年啊！这2年，大前局势更加动武。前皇虽在2年前平了一次叛乱，但却因此身受重伤。如今经过2年温养，依旧不见好转。啊！各地藩王见此，便又开始蠢蠢欲动。尤其是那镇南王沈天，已经疑似在操练兵马。前皇老儿重伤不起，这大前江山也该换个主人了。不过这我却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每日生活依旧是在皇城各处签到，闲暇之余逗逗贵妃玩闹。如今的我已经来到了圣境大宗师，超越了大前国一切先贤。在这皇城之中，我已没了任何威胁。到了圣境之后，我依旧可以感觉到天地的桎梏。圣境之上，大概率还有更高的境界，还得继续苟住。这是太云公主，是前皇所有皇子皇女中最有武道天赋，也最为刻苦的子嗣。不对，到底哪里错了？看着太云公主这一副要挠破头的模样，我有些忍俊不禁。罢了，指点你几招。你这招流云13式第7招衔接处气脉逆行。前辈恕罪，晚辈眼拙，恳请前辈指点。气沉丹田，以腰带动剑，而非以剑带身，脉路顺了，招式自然通了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前辈大恩，晚辈没齿难忘。敢问前辈高姓大名？前辈，虚空潜星，这是半圣巅峰才能施展的能力。这位前辈到底是谁？莫非是哪位隐士的老公公？小鸡子，你怎么才来？本宫等得好辛苦。好饭不怕晚，路上遇到些事。没错，4年相处，皇后已经知晓我是皇上替身的事，如今与我关系密切，这后宫如今早就是我的天下了。前皇出关后伤势略有好转，但却也不多。继镇南王沈天之后，又有多位藩王起兵造反。除此之外，周遭各国也都虎视眈眈，大前可谓是外忧外患。兵发皇城，本王要取而代之。反了，这昏君保不住大前，这江山该换我们做了。
大钱内乱不止，正是我们出兵的好机会。这大钱真的要亡了吗？声明，即刻发往皇都。谨遵镇南王号令。等那狗皇帝带着主力去了巨鹿，皇都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诸位爱卿，此事你们怎么看？陛下不可赴约，这是叛军的阴谋啊！可百姓群情激愤，若是不答应，恐失民心啊！镇南王与各位藩王联名声明，与朝廷主力于巨鹿平原正面对决，绝不祸及平民百姓。太好了，不用逃了，我们不用死了。等拿下皇都，天下就是我们的了。共分天下，屠城记起，出征！吾皇万岁！平定叛乱，护我大钱。世俗皇权更替难免会有些阵痛，要死不少人。可这与我一个小太监有什么关系？恭喜宿主完成今日签到，奖励圣境修为+1。那狗皇帝果然中计了，皇都空虚，3日后随我直捣黄龙。不对，这根本不是叛军主力，不好，速回皇城！提醒！那狗皇帝中了咱们的调虎离山之计，现在蝗虫空虚，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调虎离山，这计谋倒是狡猾。6位半圣，难怪敢直闯皇城，哪怕钱皇在，也未必守得住。看来这大钱气数是真到头了。城内百万百姓还未撤离，一旦失守，必定生灵涂炭。这城门必须守住，死守城门，护我大钱。其他皇子皇女要么躲起来，要么跑了，唯有这小丫头还有几分皇室风管，倒是难得。屠城记起，一个不留。政权更替，死人正常，可连无辜百姓都照杀不弱。若是杀到宫内，后宫这些人罢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霎时间，天地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不禁抬头望天。这阵仗，莫非是神灵下凡不成？太云公主瞳孔一缩，脸色大变。她第一时间认出，这正是之前曾指点过她的那位半圣巅峰级前辈。自之前那次后，她便再也没见过这位前辈。她原以为这位前辈早已不在皇城，没想到竟在此时出现。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太云公主喜极而泣。若是有这位前辈出手，这皇城之危将有极大的转机。同一时间，我已自苍穹之上踏步而下，声音洪若雷霆。我不太想杀生，给你们10息时间考虑。若是即刻退兵，从此之后不再叛乱，我可饶你们一命。我不是嗜杀之人，况且俗话说得好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要是能就此打住，和平解决，自然是最好。可显然这是和平不了。反应过来的沈天此时仰天狂笑，冷冷地看着我。没想到这皇城之中还藏着这么一位高手。不过我看你是还没搞清楚状况，究竟是谁饶谁一命？话语刚落，那6位半圣便齐齐腾空，将我团团围住。见此一幕，太云公主以及皇城一众百姓全都面色凝重，目光死死地落在我身上。寻常百姓以1敌6，体型壮硕些便有机会，可半圣这个级别想要以1敌6，难度极大。一旦我落败，皇城便将再次血流成河，而我却没有丝毫的慌乱，有的只有失望。环视几人，我给出了最后的提醒：10息时间还没到，你们现在还有逃的机会。可明明是善意的提醒，6位半圣却是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，装神弄鬼。都是半圣，你能比我们强上几分？行了，连真实面容都不敢显露的鼠辈，少跟他废话。说罢，他们修为奔涌，齐齐杀了过来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便没再有丝毫的仁慈，摇头一叹，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。下一秒，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天地，只是眨眼，眼前6位半圣便在这威压下化作了飞灰，死的不能再死。半圣，我可没说我是半圣。这一刻，场上一片死寂，无论是城墙之上的太云公主等人，还是下方的沈天一众大军，全都瞪大了眼，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。6位半圣级存在，竟就这么草率的死了，对方甚至都没出手，只是威压就将他们斩灭。所有人脑海中此刻都徐徐冒出2个字：圣级，绝对是圣级。唯有传说中的圣级才会有如此的战力。再次看向镇南王沈天，如今的他早已没了之前的狂妄，我仅仅一个眼神，他便双腿瘫软倒在了地上，声音止不住的颤抖。前辈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见此，我不禁笑出了声。恶人临死前似乎都是同一副嘴脸，
其余人我尚且有所迟疑，但这沈天，我其实从始至终都没想过放我，随意发布屠城命令，这样的人死不足惜。而见我大笑，沈天竟以为见到生机，赶忙又是跪拜，又是磕头，各种认错奉承的话滔滔不绝。不过我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绝望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什么大人，我专记小人过。下一秒，他便在恐怖威压下化作了飞灰。沈天一死，军心彻底大乱，100万大军瞬间便朝着四面八方疯逃而去。见此，我没有阻拦，只是杀了一批领头造反的藩王。灭杀这100万大军，我没这兴趣，对我而言完全是浪费时间。而见事情解决，我也便没再停留，徐徐没入虚空，消失在了原地。人群中，太云公主看着溃散奔逃的100万大军，大脑一阵嗡鸣，迟迟无法缓过神来。本是一场亡国之战，但却结束的比小儿私斗还要简单，更确切的说，是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。这一刻，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疑问：这位前辈到底是谁？回到后宫院中，我舒坦地躺回了藤椅，感受着和煦的阳光。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心中泛起了一丝忧愁。这次虽没有暴露身份，但却暴露了实力。以如今民间的传播力度，消息必定很快便会传遍各国各派。世界广阔，强者无数，难保有一些不出世的老怪物会因此盯上。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得尽量将实力再提提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前皇正带着朝廷主力大军快马加鞭地朝着皇城疯赶。他面如死灰，眼中满是肃杀。他无比清楚如今皇城的情况。这个时间，他哪怕赶回去，大概率也已经血流成河。所以他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、大开杀戒的准备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一个骑马斥候迎面而来。斥候无比激动：“陛下，前方来报，皇城危机已解，镇南王沈天、几位造反的藩王以及那6位半圣都死了。”听此，前皇脸色大变，头皮仿佛都要炸开。沈天死了，甚至连6位半圣都死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莫非皇城之中藏着一位圣境大能？此事当真？前皇一把揪住这斥候，生怕这消息有假。斥候连连点头：“陛下，此事千真万确。方才我在路上还碰到一批逃跑的叛军。”前皇听此，面色大喜：“天佑大钱，天佑大钱啊！”而或许是太过激动触发了伤势，竟一口老血吐出。身旁将领赶忙上前搀扶，满脸担忧。前皇却是摆了摆手，笑容依旧：“朕没事，速速回宫。朕要找到这位前辈，当面道谢。”说罢，他脑海中开始搜寻能与这位前辈对应人选。他这辈子印象中最有可能突破圣境的便是先皇，可先皇早就死了，是他亲手埋的，所以这位圣境前辈必定是另有其人。可具体是谁，他一时间没有头绪。3天后，叛乱彻底平定，大前皇城中有圣级存在镇守的消息，正如预想中的一样，迅速便传遍了各国。原本还对大前虎视眈眈的诸国，如今全都彻底老实，有些小国甚至还主动上贡珍宝，只为与大前打好关系。可即便如此，前皇却依旧忧心忡忡，因为这位圣级前辈实在是太过神秘，他探查了整整3天都没任何头绪。明明一位圣级靠山就在身边，可偏偏就是见不到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过难受。他有时甚至感觉那位前辈已经不在皇城罢了。或许这位前辈想见朕时，自然会出现。大前未来，看来还是得靠自身。前皇深深叹了口气，放弃了搜寻。而他死都不会想到，他苦苦搜寻的这位圣级前辈，此刻正在为他料理皇后。床榻上，皇后正面色精彩与我分享起了这些天的所见所闻。小姬子，那位圣级前辈你听说了吗？据说长得英俊潇洒，像是下凡的仙人。我在一旁听得呵呵直乐。嚯，是吗？英俊潇洒，下凡仙人，这评价倒是不错。不过倒也应了那句老话，人怕出名猪怕壮。明明那日没有人亲眼见过我真容，但却已经有了各种传言版本。另一头，南洋河上的一艘货船上，一个少年郎背着行囊，眼中满是仇恨。父王，你放心，10年之后，儿臣必定杀入大前皇城，为您报仇雪恨。说罢，他目光看向了手心那团摇曳的诡异魔气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镇南王沈天之子沈晨。沈天造反叛乱，镇南王府被满门抄斩，可唯独一个小儿子逃出升天。临走前，沈晨最后看了一眼大前皇城方向，拳头紧握，指甲深深嵌入肉里。只要能报仇，坠入魔道又如何？一晃2年，这2年我持续签到，修为从圣级3品一路冲击到了圣级7品。不得不说，这修为越到后期，便越发的难以提升。好在我也并不着急，目前苟在这大前皇城，不但轻松惬意，更是有充足的时间发育。这天一早，我照常签到。这次的奖励除开一些修行资源与修为外，竟还意外奖励了一把太阳能筋膜枪。我第一时间便想到皇后，这玩意儿对我没用，但对皇后这样的凡俗之人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路过御书房，我偶遇了4皇子以及太云公主。如今的太云公主出落得更加亭亭玉立，身姿更显成熟。至于那4皇子，最近2年前皇闭关休养时都是他代为监国，大概率将是下一任前皇。没有过多停留，我立刻便离开了。而我前脚刚走，太云公主却紧紧地盯着我的离去的方向，嘴里发出低声的呢喃。奇怪，这人为何有些熟悉？来到皇后寝宫，见我到来，皇后第一时间换上了一件新织的紫色纱衣。不得不说，紫色果真是有韵味。没做犹豫，
我当即就将筋膜枪取了出来。皇后一开始觉得这东西奇怪，不太敢触碰，但在尝到了甜头后，便立刻爱不释手。短暂沉浸温柔乡后，我立刻返回住处，开启了修行。温柔乡固然不错，但修行提升才是主线，圣级7品还是太低了，我必须尽快去看看圣级之上的风景。次日一早，我刚准备去午门签到，却被魏公公紧急拉去了御书房，说皇上要见我。我眉头紧皱，自打我替前皇接管后宫之后，已经好些年没召见过我了，这次怎么会突然找我？莫非是他发现了我的身份，还是发现了我是假太监？不过问题不大，无论是哪一个，以我现在的实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大不了我让这皇位换个人做。御书房内，前皇满头白发，像个行将就木的老人，可即便如此，他的面前却依旧堆着如山一般的奏折，而他的身旁站着2个熟悉的身影，四皇子还有太云公主。陛下，小鸡子到了。魏公公将我领进后，当即叩首禀报。前皇点了点头，放下了手中的奏折，目光投了过来。我没有犹豫，当即也跟着叩首。小鸡子叩见陛下。前皇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眼眸无比深邃。小鸡子，朕之前让你办的事可以停了，后面你便留在这御书房吧。若是其余太监听到这消息，必定欣喜若狂，因为能待在御书房，便意味着可以和皇帝以及各大皇子公主待在一起，未来成就必定是不可限量。可对我而言，却没丝毫心理波动，甚至还有些失落。毕竟后宫可比御书房舒坦多了。不过倒也问题不大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皇城哪里都去的，在哪办公无所谓。没有犹豫，我当即便应了下来。离开御书房，我心思涌动。这次调令虽说对我而言不痛不痒，但多少也有些蹊跷。莫非是真察觉到了我的身份？一番思索后，我否定了这个想法。如今前皇身体太差，百官与嫔妃们都看在眼里，这个身体情况，若是还在后宫龙精虎猛，未免太过反常。所以前皇把我调到御书房，放在眼皮子底下保守他的秘密，这的确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法。我若是他，我也会这么干。而此时的御书房内，前皇目光看向一旁的太云公主。云儿，宫里这么多太监，为何你偏偏看中这小鸡子？莫非只是因为他这副俊俏些的皮囊？太云公主面色一红，赶忙否认，当然不是。云儿心中只有修行，怎会对男人动心？何况还是个太监。随后她立刻就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听罢，前皇以及一旁的四皇子都面色大变。小鸡子向那位圣级前辈。前皇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太云公主，但还没等太云公主开口，便一口否认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小鸡子年纪才20出头，怎么可能会是那位圣境前辈？身为半圣巅峰级存在，他深切知晓修行的困难，20出头便到圣境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一旁的四皇子此时也是连连点头，觉得不太可能。太云公主听此欲言又止，20多岁的圣境，这确实太夸张了，或许的确是他想多了。旋即他话锋一转，对了，父皇，之前你是让小鸡子做的什么事？听此，前皇脸色顿时有些不自然，赶忙讪笑摆手道，小事罢了，不值一提。随后他赶忙扯开话题，行了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这些年齐国日益强盛，短短半年已经吞并6国，传说是因为那齐皇已经突破圣级，我们大前必须警惕。而话音刚落，他竟面色一白，吐出一口黑血。见此，太云公主以及四皇子无比焦急。父皇，前皇脸上满是迟暮与不甘，若是还迟迟无法突破圣级，他没几年大限了，而他要是倒了，大前恐怕……这时他想到了那位圣级前辈，要是那位前辈愿意现身一叙，大前至少还能安稳100年。只可惜这么多年过去，那位前辈再也没出现过，如今在不在大前还是一个问题。思绪间，他想到了太云公主刚才所说，若那位前辈真是小鸡子便好了。春去秋来，转眼2个年头，这2年以来，我除开签到以及去后宫闲逛，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御书房。自打前皇闭关后，唯有四皇子和太云公主时常会来这，大多时候这里都十分安静，很适合修行。而经过2年签到以及奋发修行，我如今的实力也已经超越了圣级，来到了大圣级1品。可即便到了这个层次，我却依旧可以感受到天地至骨。所以本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战略，我还是得继续苟。再说太云公主以及四皇子这2年相处，我已与2人逐渐相熟，对他们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。太云公主品行端正，修行刻苦，但却是个话痨，时不时便会问我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，我倒也从不回避，全将她视作妹妹看。可在得知她生母竟是华贵妃后，我再也无法用平常心看待她，因为我最近不仅与皇后如胶似漆，与华贵妃也是打得火热。按照这个关系，我喊她公主，她得喊我后爹。而四皇子则是更像前皇，平时话语不多，十分沉稳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安静地坐在那审阅奏折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未来大概率也是个明君。转眼又是半年，这半年齐国陆续吞并周遭各国，已经成长为了一个超级巨无霸。最近1月，齐国军队多次在大前边境试探，所有人都知道大前将是齐国的下一个目标。齐国皇城御书房内，齐皇身旁站着那位当初从镇南王府逃出去的沈臣，如今的他半张脸年轻稚嫩，另外半张垂老不堪，模样很是妖异。血祖大人说了，今年要是能吞并大前，找来足够多的血石，便给予你一枚破圣丹，让你实力再上一层。听此，
七皇赶忙应声，脸上带着妖异的热切。沈特使，麻烦您与血祖大人说，让他放心，不需多久，必定吞下这前国，找来足够血使。走出御书房，沈晨目光看向大前国方向，脸上满是杀意。狗皇帝，还有那位藏头露尾的圣级宵小，你们等着，我定将你们挫骨扬灰。这些年他坠入魔道，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，不过付出也算有成效，不仅自身境界来到了半圣巅峰，抱上了一位妖魔大能的大腿，更是借助那位血祖之手培养出了齐国这么一尊超级傀儡。卧薪尝胆多年，报仇大计几乎近在眼前。皇后床榻上，我突地打了个喷嚏，模样逗得皇后花枝乱颤。我摸了摸鼻子，暗呼必定是有人想我，且极大概率华贵妃。皇后似乎也是和我想到了一块，此时冲我轻声娇笑道：“姬哥哥，华妃估计等急了，快去吧，我也得去陛下那了。”我耸肩一笑，今天在这待了快足一天，是得去看看华贵妃新织的粉色纱衣了。至于陛下，前皇前些日已经写了遗诏，如今躺在龙榻卧床不起，寿元不多了。前皇是个明君，我其实并不介意顺手帮忙治疗，但可惜前皇受的是大道之伤，且过于透支寿元，哪怕是取来神仙保药也难以回天。好在四皇子十分争气，如今在治国方面极为优秀，足以稳定朝堂，目前倒也不至于出现什么造反夺位的糟心事。唯一的忧患便是关外的齐国，不过这是他们大前皇家的事，与我无关，我至多保住后宫几位感情较深的爱妃，除非那关外齐国也想来一次屠城灭种。养心殿内，龙榻上的前皇形同枯槁，仿佛一盏随时熄灭的烛火。有四皇子接任皇位，他非常放心朝政，唯一放不下的唯有关外的强敌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到了。魏公公此时进门通报。听此，前皇神色复杂。自修行葵花神典后，他便没再临幸过皇后，感情慢慢也淡了。可皇后或许还不知晓，自许久之前起，与他欢愉的便一直都是小姬子。于这事，他心中有愧，而想到小姬子，他对小姬子的印象也是极好。那部邪功副作用极大，但小姬子却从未埋怨，始终任劳任怨。想到这，他突然面色一顿，瞳孔一缩。那邪功有个副作用，他从未与人说过，并非只有用到还阳之术才会消耗寿元，而是每天都会暗中消耗。可貌似这么多年过去，这小姬子容貌完全一点变化都没有。这时，他猛然想起之前太云公主的猜测，莫非旋即，他赶忙扯着嘶哑的嗓子冲门外喊道：“宣小姬子！”前往养心殿的路上，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人之将死，理应想见的是皇子皇女那些亲近之人，找我一个小太监是什么意思？莫非是想到曾经我帮他代理后宫，觉得是污点，想临死前把我给带走不成？要真是这样，那可别怪我提前送他提早归西了。来到养心殿，我刚踏入门内，老前皇便吩咐所有人离开，并且第一时间开启了隔绝阵法。见此，我无疑更加笃定这是想杀人灭口。既然如此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可下一秒，这老前皇却说出了一句让我心里咯噔的话：“当初镇南王叛乱，一人灭六圣，扶我大前大厦之将倾的那位圣级存在，是姬前辈你吧？”我眉头微皱，没有说话，心中思索是哪里出了破绽。老前皇此时却继续开口：“姬前辈，你不用说话，不用否认或者承认，朕心里有数。既然被看穿，我也便没再隐藏。说吧，你想求我做什么？提前说好，我不太想掺和世俗争斗。”这老前皇既然知晓我身份，且一进门就开启了隔绝阵法，必定是有事相求，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老前皇强撑着身子，起身冲我行了一道大礼，恳请前辈帮忙管教鱼儿还有正儿。听此，我面色一顿，若是想让我出手去解决齐国危机，我必定是一口回绝。可只是管教太云公主还有四皇子，这倒不是什么难事，毕竟这二人我本就挺喜欢的。就这个，我淡淡道。老前皇点头应声，就这个。而话语刚落，他有些犹豫地补充道：“若前辈还有闲心，皇后还有华贵妃呢。”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当即便打断应下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我只管10年。”得到肯定的回答，老前皇浑浊的双眼瞬间泛起一抹泪花。多谢姬前辈，大前国能有姬前辈，是我大前的福气。临走前，我询问老前皇是从哪里看出了我的身份。老前皇没有隐瞒，略微有些心虚的将那部邪功的副作用说了出来。听罢，我摇头一笑，那邪功我从头到尾都没修炼过，只是最开始看了一眼，所以并不知道还有这般副作用。苟了这么久，没想到栽在了这，还真是百密一疏啊。次日清晨，老前皇驾崩。老前皇在位时励精图治，一心为民。消息一出，举国震动，大前百姓凄凄痛哭，自发来到街上为老前皇送行，纸钱绵延了万里。看着这一幕，我有些唏嘘，一代帝王终究是落幕了。傍晚时分，魏公公将一道老前皇的圣旨遗诏秘密交给了我。打开圣旨，一行行苍劲有力的字眼映入眼帘：姬公公姬太英有功于大前，今册封为大前太监皇，有监督新帝之权。若新帝做出昏庸之事，凭此圣旨可鞭责，可废除。看着这内容，我有些哭笑不得。这老前皇还真敢信我啊！不过这圣旨大概率也就是张废纸，一是我懒得掺和什么监督新帝，二是四皇子心性不错，大概率会是个人君。春去秋来，转眼入冬，这几月关外齐国越发乖张，不少疆土甚至已经被齐国吞没。可碍于底蕴不足，
大钱只能选择一退再退。御书房内，四皇子整日彻夜理政，短短数月，却仿佛过去10年，只是18、19的年纪，鬓角却已发白。太云公主自老钱皇走后，也换了性子，变得沉默寡言。少了这太云公主的唠叨，我一时还有些不太习惯。这一日，太云公主不顾他人劝阻，去藏经阁拿了一门禁术，准备修行。我知道，她这是想尽快冲击更高的境界，为四皇子分忧，守住老钱皇留下的江山。可她现在境界只有化道，哪怕靠着禁术实力有所增长，也无法左右现在的局势。见此，我摇头一叹，动了恻隐之心。既然我答应过老钱皇对他进行管教，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么误入歧途。这一日，我掩去面容，来到了太云公主闭关修行的演武场。太云公主见我到来，情绪无比激动。我没有废话，开门见山，我答应过你父王帮他管教，这禁术不是正道，停了吧。或许是想到死去的老钱皇，太云公主眼眶顿时通红。随后1月，我每日除开签到以及去后宫与妃子们嬉戏，多数时间都在指点太云公主修行。我答应老钱皇帮忙管教10年，这10年能学到多少，便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新第1年腊月，一场暴雪席卷整个大钱国，不仅天气迈入寒冬，大钱局势也落入了寒冬。齐皇在3天前发布诏令，要1月之内拿下大钱。大钱朝内已然是乱成了一锅粥。皇后院内，我躺在藤椅上，一边享受着皇后的捏脚服务，一边望着系统界面。恭喜宿主完成今日签到，修为奖励大圣9品巅峰。我的脸上满是笑意。这些天的签到奖励愈发丰厚，按照这个进度，或许可以比预想中更快冲击到大圣之上。这一日，我又去指点太云公主修行，可她却心不在焉。询问之后才得知，她这是在忧虑四皇子。前几日，四皇子不知从哪请来一个江湖女子，那女子不但长得妖媚动人，迷得四皇子神魂颠倒，更是自称有圣级实力，可保大钱国度过此次难关。不过出手条件是让四皇子帮忙找1万个童子。此事惊动了朝廷的许多老臣，老臣建议三思，但却被四皇子直接问斩。听此，我眉头紧皱，圣级实力1万个童子，这光是听上去便相当的不靠谱，乍一听甚至像是妖魔手段。印象中四皇子一向沉稳聪慧，不太应该会做出这样的荒唐事才对。旋即，我第一时间便前往了养心殿，看看这位江湖女子到底是个什么来头。养心殿内，四皇子正在那女人的头位下品尝着美酒。女人长得倾国倾城，并且身上只着片缕，眼神颇为妩媚，迷得四皇子挪不开眼。我神识扫过，一眼便将这女人底细看穿。圣级的确是圣级实力，不过只是刚入门的圣级，而其本体果真不是什么正经人，而是一头妖狐。1万童子，大概率便是他用来当做修行材料的。我正准备将这妖狐灭杀，让四皇子回归正途，忽然脑海中闪过一道想法。这妖狐虽没安什么好心，但的确是有圣级实力。我懒得掺和世俗的皇权争斗，但大可以让这妖狐代为出手。这样一来，既可以保证大钱平静安定，让我继续安静签到，我还能继续隐藏。想到这，我面色一喜，就这么干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得让这四皇子清醒清醒。这次是带回来一个的妖狐，下次指不定会带回一个什么东西。我正想着，屋内此时竟传来四皇子爽朗的笑声。废后，明日便废后，皇后之位必须得由白柔姑娘你来做。听此，我哑然失笑，竟连废后都来了，真是荒唐。旋即，我掩去面容，一脚迈入。二人见我出现，皆面色一顿。妖狐狡猾，第一时间躲在了四皇子身后。四皇子则是将我认出，面色欣喜：“前辈，是您。”但下一秒，他或许觉得在妖狐面色丢了份，竟冲我摆起了帝王威严：“前辈，朕与白柔姑娘商量国事，你怎么不打声招呼便进来了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这四皇子已是被迷得病入膏肓。招呼？我须与你打招呼。我冷声开口，随即威压展开。眨眼间，那妖狐便被压得发出惨叫，现出了原形。看着眼前这头9尾白狐，四皇子顿时吓得脸色发白，浑身冒汗，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淡淡的看着他，身为一朝之君，引入妖魔祸乱朝政，你对得起先皇吗？我的话振聋发聩，四皇子愣在原地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先皇若是泉下有知，你觉得你还能活吗？我继续开口。听此，四皇子幡然醒悟，掩面痛哭：“知错了，朕知错了。”随后，我得知了四皇子找这妖狐的原因。齐皇已达圣级，1个月拿下大钱国的昭文更是闹得天下皆知。再加上我明确不会参与世俗争斗，四皇子扛不住压力，于是开始病急乱投医，暗中发出天价悬赏，希望有圣级高人可以出手庇护。结果便引来了这妖狐。我摇头一叹，四皇子这昏招虽很不可取，但出发点倒也能理解，只是有些过于冲动，以致被冲昏头脑，差点误入歧途。行了，这妖狐我会帮忙处理，关键时刻可为战士出力，这样的事不可再犯。我没再多说，提着那白狐便消失在了原地。3日后，四皇子在朝堂上当着百官的面认错，随后更是亲自前往那些冤臣灵堂前跪拜忏悔。如此举措让百官无比钦佩，朝堂也得以再次稳定。而那头9尾白狐则是被我关在了秘制铁笼中，好不容易见到一个圣级还是妖魔这样的稀罕物，必须得问出些有用的信息才行。而这一问，
果然是问出不少信息。100年前天地巨变，妖魔在人间消失隐匿，但如今天地恢复，妖魔便再次蠢蠢欲动。按照这白狐的说法，大概无需多久便会再次全面入侵人间。听此，我眉头紧皱，这世界果然是卧虎藏龙，有着许多我所不了解的高级战力。我正思索，这白狐竟冲我威胁了起来。我师父乃是血祖大人，你快把我放了，否则我师父绝饶不了你。听此，我当即询问起这血祖的实力水平。白狐俏脸一扬，颇为自信，我师父乃是圣级9品巅峰，半步迈入大圣。我眼前一亮，半步迈入大圣，看来我果真分析的没错，大圣级远不是武道终点，甚至可能非常低，要不然不可能随便遇到一头妖魔的师尊都快到大圣了。我还是得继续努力修行签道才行。白狐见我沉默，或许觉得我被吓住，此时更加硬气，怎么怕了吧？要是怕，赶紧把我放了。我被他这模样逗笑，半步大圣有何怕的？蝼蚁罢了。白狐面色一正，蝼蚁？他师父可是堂堂一代妖王，手下统领千万妖魔，眼前人类竟称呼为蝼蚁。没等他有所反应，我直接便朝着他的小腹上打出一道符文，转瞬间一道奇异的纹理便印刻在了上方。这纹理有着禁制，一旦他对我有所歹心，将瞬间把他吞没灭杀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便是我的奴隶，此后一切听我差遣。白狐很不情愿，一度寻死，但在经过数天的鞭挞惩治之后，如今已是完全老实，逐渐有了奴隶的觉悟。不仅每天帮我端茶倒水、洗衣叠被，晚上还顺道为我暖床。这一天，我简单指点了太云公主一番后，便去了净身房签到。成功签到后，我修为一举冲破大圣巅峰境，来到了至尊境1品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，我无比兴奋。但兴奋没持续多久，因为我依旧可以感受到天地至古，人外有人，看来这至尊境也还远远不是终点。一晃半月，齐国的兵马如今正是往大前腹地冲杀。四皇子虽已紧急调令大将出征，可在齐国的铁骑面前却几乎毫无抵抗之力。这几日，四皇子多次找上太云公主，想让她联系上我。我知道他这是想求我尽快出手，但对此我有着自己的打算。这些年齐国崛起的速度快得惊人，联想到妖魔不久后便会入侵人间的事，我猜测这齐国或许可能已经与妖魔勾结。若真是这样，我叫这白狐过去，他非但不会下杀手，甚至可能还会通过齐国的妖魔联系上身后的血祖。血祖是区区蝼蚁，但难保血祖身后还有什么老家伙，所以保险起见，得再继续观察一番。转眼3天，齐国兵马一路推进，如今已经杀至皇城800里外的平阳城，而这个距离早已经进入了我的神识探查范围内。一番探查，果真在齐皇体内察觉到了浓郁的妖魔气，并且在齐皇身边还有一个妖魔气程度比齐皇还要浓郁数倍的谋士，实力竟有半步圣级。让我有些诧异的是，此人相貌竟与当初造反的镇南王沈天有几分相似。我几乎瞬间便想通了一切，不禁摇头一叹：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斩草除根没烦恼，还是得斩草除根啊！太云公主寝宫内，四皇子此时来回踱步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前辈说过会让那白狐出手，可这都杀到平阳城了，为何还不出手？莫非前辈这几日有事云游去了？太云公主则平静许多，目光坚定：皇兄别急，前辈肯定是有自己的打算。听此，四皇子叹了口气，若不是自身实力弱小，他早就和老前皇曾经一样御驾亲征了。现在这情况，也只能相信太云公主所说的。恰逢这时，我带着白狐来到大厅，见我到来，二人面色欣喜，赶忙与我说明战事的情况。我没卖关子，立刻将齐皇与那沈晨的事说了出来。听到齐皇勾结妖魔，沈晨更是黑化成了半人半妖，二人脸色大变。四皇子反应很快，知晓我将这事说出来的原因。朕明白了，朕现在便写诏文：100年前妖魔祸乱人间，致使生灵涂炭，人间诸国有约定，一旦哪国被妖魔入侵，其他诸国有出手的义务。我的计划很简单，先让看有没有他国有没有隐藏的高手，若是有，便借他们之手解决这事；若没有，那也可以让水变浑。到时诸国联军混在一起，我再出手，无人知晓我是属哪国的。纵使妖魔报复，也找不到目标，我依旧可以安静的苟在大前皇宫签到发育。第二天，四皇子的诏文发布，立刻便引起了多国注意，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各国第一时间便响应，派令大军前往大前皇城。如此高的效率，让大前国上上下下都有些啧舌。其中的原因，除开100年前的约定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便是唇亡齿寒。如今齐国势头过于强盛，如果大前没了，那下一个必然也就轮到他们了。齐国到底有没有勾结妖魔，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要齐国死。齐国军营中，齐皇大怒，他体内的妖魔气隐藏得很深，除非是大圣级存在，否则几乎不可能看穿。可大圣级存在怎么会在意他这样的小角色？唯一的解释就是沈晨，可沈晨有着血族的隐匿手段，应该也不太可能。这时，沈晨缓缓走入帐内，无妨，一并灭之便是，也省得你今后一个一个杀。若是能超额获取血石，血族一高兴，多给你几枚破圣丹也不是不可能。至于齐国名声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谁是妖谁是魔，还不是由你自己说了算。听此，齐皇逐渐冷静，眼中满是暴戾。特使大人说的没错，既然他们要抱在一起，那便一同杀了。走出营帐，沈晨面色阴沉，
眼中满是思索。他与齐皇的交易一向隐秘，这是不太应该暴露才对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就在沈晨思索之际，一道身形魁梧、满是血色符印的男人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沈晨见到此人，面色大变：“血祖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”没错，这人正是血祖。不由沈晨多说，血祖一巴掌便扇了过来：“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”沈晨被扇得鼻青脸肿，但却不敢有丝毫怨言。现在还没到正式大举入侵人间的时候，血祖一再叮嘱，一切需低调行事。可如今七国勾结妖魔的事已经快闹得人尽皆知。不过血祖此次前来却并不是因为这个，而是因为徒弟白柔。他感知到白柔的气息现在十分微弱，要么濒死，要么是被人下了某种禁制，并且位置就在这大前国皇城周围。莫非白柔师姐是被大前那位圣级软禁了？沈晨此时皱眉猜测，那位柔师姐实力不凡，能有实力将他拿住，恐怕只有当年那位杀他父王的圣级了。血祖却毫不在意，眼中杀意尽显。现在这大前皇城诸国联军齐聚，到底是谁并不好说，不过不重要，感动我的人，他也有取死之道。一晃3天，我连续签到，此时修为已经来到了至尊3品。到了这个层次，我的神识范围呈现指数级上升，如今已经可以覆盖整个大前国疆域。我第一时间便注意到了七国阵营中的血祖，他的实力比那头白狐说的强盛不少，已是踏入了大圣1品，想必应该就是近些日突破的。不过问题不大，依旧是蝼蚁。主人，您要的酒。这时白柔摇曳着腰肢，一脸乖巧地为我端来酒壶。我看着他，满脸戏谑道：“你那师父倒是重情重义，居然亲自来了。”听此，白柔眼中的激动几乎无法隐藏，而在意识到自己失态后，他赶忙表起了忠诚。柔儿现在是主人的。我耸肩一笑，这些天相处，这白柔听话时还是不错的，最主要天赋也还行。等处理完这些事，可以考虑继续留在身边当个侍女，偶尔帮忙处理些杂事。这时一阵轰鸣的战鼓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目光缓缓看向大前皇城外，远处的齐国大军黑压压一片，正伴着无尽阴云袭来，气势仿佛要将皇城吞没。倒酒！我悠闲地冲白柔轻喝一声。大前皇城之内汇聚了多国士兵将领，还有一位隐藏在周国阵列中的圣级存在。若是那血祖没来，靠这人就可解决这次祸端。只可惜这血祖来了，大圣级战力不是他可以抵抗的。皇城之外，齐国大军临近，战马上的齐皇目光凌厉，直视城墙上的四皇子以及各国大将。打开城门，朕可饶你们一命。不过他这话音刚落，一股恐怖的血色妖气便冲天而起。别废话了！血祖此刻从100万大军中央徐徐走来，仿若一尊地狱战神。齐皇见状，脸色大变。原本的计划是他来叫阵施压，若有强敌，再让血祖暗中相助。可貌似这位血祖是个急性子，竟直接不装了。那这样一来，他们齐国勾结妖魔的传言算是彻底坐实了。看着已经出手的血祖，齐皇一咬牙，随后振臂大呼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便战！”自古以来，历史都是由胜利者谱写，只要赢下，将所有知情的败者杀个精光。那世人得到的真相便是大前勾结10数国与妖魔勾结，齐国这是除魔未倒。霎时间，100万大军齐齐随着血祖冲向皇城车门冲杀而去。与他同样兴奋的还有沈晨。父王，孩儿没让你失望。沈晨仰天狞笑，似若疯魔。他布局多年，成了现在这副半人半鬼的模样，等的就是今天。虽大前狡猾，竟联合多国一同抵抗，但这次有着血祖在，杀父之仇今日必报。城墙之上，看着血祖带领的100万大军，诸国将领尽数身形颤抖，没了刚才的镇定，就连那位隐藏在大周阵列中准备出手的圣级存在也是冷汗直流。不是说好的圣级吗？眼前这血祖貌似完全也不止圣级啊！不好，这妖魔太过强大，我等先避其锋芒。楚国阵列中，楚国那位大胡子将军咽了咽口水，满脸恐惧，急忙带着大军奔逃而去。见此，其余诸国也都选择了一剑跟随。霎时间，树倒猢狲散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哑然失笑。明明昨天晚上还在把酒言欢，一口一个除魔味道，可真正面临时，却只是一个照面便溃不成军，属实可笑。此刻，唯一还屹立在城墙之上的，唯有四皇子、太云公主以及大前国诸位将领。他们脸上同样满是恐惧，不过他们不能退，因为身后还站着他们大前的子民。后宫院内，方才还在给我端酒的白柔，此时目光死死地看向城门方向，脸上的激动再也无法隐藏。大圣，师尊竟突破了大圣！大圣级，这哪怕是放眼整个现今的妖魔界，也绝对是最顶尖的那一批。如果连大圣都无法将他救出，那他实在想不到还能有谁能救他。藤椅上看着眼前一脸激动的白柔，我不禁伸了个懒腰，叹道：“你师父就一个人来，还真是自信啊，也不带个老头什么的。”或许是有血祖撑腰，前几日唯唯诺诺的白柔此刻竟是硬气起来。师尊已达大圣境，一人足以横扫天下，无需任何帮手。况且师尊闯荡至今，一直都是靠自己，从未找过帮手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唯一担忧的地方终于落下。看来这血祖人缘一般般啊，没什么靠山。也就是说，杀了他，几乎不会有什么人会来报复。既然这样，那便开始吧。话音落下，我已经消失在了原地，出现在了城墙苍穹之上。我掩着面容，一如当年一样踏天而下。霎时间，天地变色，
恐怖威压席卷天地。见此，四皇子以及太云公主此刻激动狂喜，振臂大呼：“是前辈！前辈亲自出手了！”皇城中绝望的百姓也齐齐抬头望天，是他，是当年那位，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此时的齐国阵营骤然顿住，所有人齐齐抬头。血族此刻死死地盯着我，整个人一言不发。我知道他这是想看穿我的底细，可他发现居然看不穿，所以这才会陷入观望。于是乎，我率先开口：“你徒弟在我这当暖床丫鬟，这几日暖得不错，我用500年后给你还回去。”听此，血族脸色铁青，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，装神弄鬼。下一秒，他全身修为爆发，整个人冲天而起，朝我杀来。但很可惜，只见我抬手缓缓丢出一道紫色天雷，天雷炸响，眨眼间，他便化作了一缕青烟，死得不能再死。这一刻，天地一片死寂，所有人脸上都带着一抹无与伦比的惊恐。强如血族，居然一招都没接下。齐国阵营中，齐皇以及沈晨看着这一幕，满脸难以置信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过他们没有思考的时间，因为下一秒，二人便在我威压下也化作灰烬。而要说最为震撼，自然要数白柔。血族可是堂堂大圣级存在，可居然连一招都接不住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转眼1月，大前国恢复平静，齐国则被各国瓜分殆尽。后宫院落内，白柔正异常乖巧地为我揉着肩膀，为我端茶倒水，模样已是彻底臣服。与她一起的还有皇后、华贵妃以及10几位国色天香的贵妃。不得不说，温柔乡是真的像。不过我知道，新的挑战还在后面。不久之后，妖魔将会再次为祸人间，到时必定会有一些无法想象的老怪物，我必须继续苟住。